我的白月光。他好像疯了。刚在一起时，他儒雅绅士，只是不久，一切都变了。出轨，噗，没有他不敢做的。分手那天，他冷漠得像变了一个人。再后来，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我浑身湿透，狼狈走出他的公司。他闲庭信步走进电梯间，依然金贵优雅，只是步步紧逼，眉眼阴郁。乖乖，别生气了，听话，滚！你不是他，你在说什么呢？乖乖，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和布林分手仿佛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还会再遇到他。今天是我入职新公司的第一天，公司在10楼，电梯门打开的瞬间，我条件反射就想要转身逃跑。好在我很快冷静下来，将帽子扣得更紧。他应该没有认出我，我想。等一下，低雅熟悉的声线从电梯中传来，打破了我的幻想。我没有进电梯，但我知道他又盯上我了。新公司的福利很好，当我端着免费咖啡从茶水间出来的时候，我注意到每个办公桌上都有一瓶新鲜欲滴的红玫瑰。HR 扯着笑迎上来，将我拉到一边，嘴巴努努示意我看远处立着的一道身影，然后遗憾地告诉我，他们招错人了，老板临时改了主意，新招的实习生只要2000的工资，当然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他看起来真心实意地替我遗憾，但眼底一闪而过的算计没有被我错过。我僵硬地笑了笑，然后摇头，再推开他假装亲昵的手。这一动作打断了他剩下的话，谢谢姐，但是不必了。他顿时像川剧变脸似的，一副我怎么不识抬举的模样，口气变得极其冷漠。走可以，这杯咖啡59元。我难以置信地抬头，只看到了他那高高在上的蔑视。我气愤地将咖啡撂下，转身抱起桌上收拾好的包就要离开。哗啦一声，黑棕色的液体从我眼前滑落，晕开在我用积攒几个月工资买的最喜欢的白裙子上。身上的温度从滚烫到寒冷，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我听到四面八方传来的嘲笑和指指点点。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我的余光不慎瞥到了那道熟悉的高大挺拔的身影。他在看我，而我像个小丑。已经过了上班的时间，电梯里空无一人。眼看着电梯门合上，我松了一口气，但下一秒，一只手突然伸进来，吓得我心脏骤停。猛按开门键，门再次打开，布林闲庭信步走进电梯间，依然金贵优雅，只是步步紧逼，眉眼阴郁。别躲我了，乖乖，知道我有多想你吗？我现在恨不得砍掉我刚刚开门的手，厌恶的别开头。他轻笑一声，凑得更近，但脸上却没有笑意。乖乖，别生气了，听话。我看着他那副装模作样的脸，怒气源源不断地涌上心头，气急攻心，忍无可忍地低吼道：滚！你不是他。他似乎有些恼了，手掌贴在我的脖颈上。如果是他，就不会站在那里，什么也不做。我不争气地红了眼眶，倔强低头，不想被他发现。他微微使劲掐着我的脖子，将我强拽起来，与他对视。你在说什么呢？乖乖，他就这么好吗？这个世界上大概不会有比我更不想见到布林的人了。记得大4那年，我和乐队的朋友结束毕业演出，贝斯手请我们到高档餐厅聚餐。离别的情绪太浓，兴致上来多喝了几杯。中途他离场去了卫生间，回来时他的脸色很差，似乎是撞见了什么。我没多想，随口调侃道：怎么了，楠楠？遇到帅哥了？他在我旁边重新坐下，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没说话。安静的几秒钟里，气氛变得有点古怪。你和你男朋友说了，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餐吗？他凑到我的耳边，声音很轻，但却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口。我遍体生寒，顿时意识到了什么。抱歉，我去趟洗手间。我站起来，楠楠扯了扯我的衣角，我摇摇头示意他别担心，然后径直向洗手间走去。到得很及时，刚好赶上了最精彩的画面。布林正揽着叶兰，脸上是我许久不见的温柔，和刚刚在微信上不耐烦的样子判若两人。我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在努力，你能懂事一点吗？今晚有约，很忙，不要再给我发消息了，我真的没有时间回。两人凑得很近，从我的视角看，像在旁若无人的亲吻。他们离开的方向是这家餐厅的夜宿酒店，只对 VIP 开放，我没资格进去，也没必要进去。自嘲地转过身，扯扯嘴角，可能是因为我不是校花吧？有约，努力，感情是约了人，努力到床上去了。怎么，怪我没帮你？他语气不冷不淡的，远不像动作来的粗鲁。我冷笑一声，忍不住阴阳怪气起来。怪你？我当然是怪自己，怎么瞎了眼没发现这是你的公司？我烦躁地看着数字不断跳动的屏幕，从没觉得电梯的速度那么慢过。他似笑非笑地笑了一声，手上不再用力，转而若有若无地抚摸着我的脖子。我顿时毛骨悚然，久违的危险感充斥全身。我下意识使劲推了他一把，他猝不及防地后退一步，后背重重撞在墙上，忽然没了反应。我浑身戒备，狐疑地看着他，这又是整哪出？电梯门开了，我快速窜出电梯，回头时，布林靠在墙上，仍然没有动静。我有些后怕，毕竟我刚刚那一推确实没有控制力道，不会是撞到脑子了吧？我咬牙狠心地转过头，朝大厦门外走去。反正死不了，还嫌事不够多吗？电梯门在我身后缓缓关闭，我又松了口气。结果好巧不巧，一只手再次伸了出来。嫣嫣，别走！我浑身一颤，脚步瞬间顿在原地。我蓦然回头，与布林对视，眼底仍是戒备。他脸色有些不寻常的苍白，但又看不出什么异常，只是细细喘着气。你对公司哪里不满意吗？你都告诉我，我立刻让人去改。是咖啡不好喝吗？他像是才注意到了我身上的咖啡渍，脸上写满了关切和心疼，像我记忆里的很多个瞬间那样。我有一瞬间被触动，但很快就醒了神。只有傻子才会第二次跳进同一个坑里。他说的话令我一头雾水，我满脸狐疑的上下打量着他。难道不是他让人耍了我一通，害我白跑一趟？难道不是他让人泼了我一身咖啡，害我被别人嘲笑？他现在说这些话，这是在嘲讽我还是在侮辱我？我冷笑一声，转头就走。算了，我真的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陪布林再玩那些无聊的游戏了。嫣嫣，我真的错了，只要你别离开我，我什么都可以改。我在前面走，布林追在我身后，完全不顾大厅里人来人往的奇怪目光。路人对着我指指点点，我能听到他们在讨论我是如何的渣。我只是笑了笑，心里的厌恶更深了些。我真是恶心又讨厌他这副虚情假意的模样，好像爱我爱得死去活来。我狠狠甩开他好不容易攀上来的手，甚至不愿意扭头看他一眼。滚开，别再跟着我，我们早就没关系了。他愣在了原地，像被主人抛弃的失落小狗。但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布林有多会装模装样。他如果进了演艺圈，奥斯卡影帝非他莫属。我浑身冒着咖啡味儿，站在寒风中打车，冷得刺骨。
真是晦气。车还没来，我感觉到身后有人靠过来，心里更加不耐，扭头正要发火，就和另一双含着惬意和恐惧的眼睛对上了。是那个 HR， 他要干嘛？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鬼迷心窍的，求求你不要让老板封杀我，我家里还有小孩，我不能丢了工作。他扑上来，紧紧抓着我的手，吓得我瞳孔地震，直直后退，差点被路过的电瓶车撞。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皱着眉头，使劲想甩开他禁锢着我的手。这个岗位本来是我留给妹妹的，但没想到老板一眼就相中了你。我看你穿着朴素，又没什么后台的样子，一时冲动就故意想赶你走。他手指更为有劲，在我手臂上留下几条红痕。他似乎很紧张，生怕我不原谅他，又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嗡嗡嗡，我还没想明白，手机就疯狂震动起来。我接起电话，脸色微变。冷烟，你赶紧过来一趟。我兼职的酒吧和公司方向截然相反，几乎是处于完全的一南一北。等我忍着肉疼花巨额打车费，急匆匆地走进酒吧，领队已经在门口焦急地等待。见我过来，他一把将我扯到休息室里，丢给我一套衣服，全程没抬头看我，只是盯着手机不断发消息，眉头微皱。我忍着皮肤的不适和心里的厌恶，换上那套几乎遮不住什么的衣服，耳边是他的唠叨。咱们夜场的驻场歌手那么多，大老板点名要你去，我丑话说在前面，这回来的大人物你惹不起，我也惹不起。别忘了，你现在什么也不是，早不是从前了。冷烟，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最清楚，我不会害你的。我沉默了，一时之间无话可以反驳。领队他的确在我最危难的时候救我一命，如果没有他，我现在早不知道在哪里苟延残喘了。而我丢了 offer， 再看着银行账户余额，果断又毫不犹豫地切换表情。我戴上领队准备的面具，坦然地推开包厢大门。如果我要是知道所谓的大老板是指布林，我就是饿死在路边也不会进来的。我进门的时候，室内是嘈杂的鬼哭狼嚎，还伴随着男男女女的嬉闹调笑。但我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烟雾环绕中看起来拒人千里的布林。他没有像周围的人那样抱着穿着暴露的男孩或女孩，表情暧昧又恶劣。布林只是低着头，把玩着手指上的尾戒，看不清表情。因为我的出现，室内安静了片刻，而后骤然爆发出一声刺耳的欢呼。我听见有人上下扫视我几眼，而后冲着布林高喊，言语和神色都是轻佻和蔑视。林哥，这是你点的人吗？原来你喜欢这种类型啊，早说嘛！兄弟这里有的是他这样的，比他漂亮，比他干净的也不是没有，随你挑选。嘘，这可不兴说呀，等会儿兰兰姐听到了该不高兴了。一帮人顿时对视着哄笑开，装模作样的看了看门口。我有一瞬间想推门出去，但意识到他们在谈论谁，我的脚步又顿住了。不是，他的声音不冷不淡，自始至终都没有抬起头来，清冷又高傲。哦，林哥就是林哥，守身如玉吗？我们懂的。我无端的有些反胃，浑浊的空气令我窒息，低着头向角落里空出来的立麦台走去，假装自己只是负责的背景板，唱了一首歌。在歌曲的旋律中，我听到了那些熟悉的议论声。他的声音好像夜莺啊，唱法也很像。别提过气歌手好吧？你该不会还喜欢那个抄袭怪吧？你瞎说什么呀？我脱粉的时候恨不得把他撕了好吗？要不是他没露过脸，则说不定是长得丑呢。
露脸可能就没人喜欢了呗。不像我们兰兰姐，人美歌甜。林哥，我说的没错吧？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来，然后感受到一道灼热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会唱夜莺与玫瑰吗？布林没有理会那帮人，他的声音由远及近，陡然响起，一字一顿砸在我心头。室内顿时陷入安静，众人表情迥异，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果然认出我了，甚至不需要一首歌，我的头几乎要低到地上。空调很冷，我瑟缩着拢了拢身上不多的布料。他上下打量着我，我忍不住后退了小半步。布林在我耳边冷笑一声，语气比极地寒霜还冷：不会就滚。读大学时，我是天之骄子，在音乐上的造诣连导师都连连夸赞。课余时间，我写过很多歌，有些特别喜欢的就自掏腰包做了单曲，没想到随手发到网络平台上，却意外火遍全网，坐拥千万粉丝。那时候布林还只是个读商科的，与其他同学都有些格格不入的穷小子，不是如今国内最大娱乐公司之一的年轻总裁。我和他相识于迎新晚会，白衬衫、木吉他，全场为他欢呼，而我也不例外。如果我知道未来的某一天，他会穿着那件我熟悉的白衬衫，沾染上其他女人的气息，重来一次，我一定不会再主动认识他。可惜没有如果和重来，我也没有预见未来的能力。和布林分手后不久，我顺利毕业。家庭变故让我无法继续深造，好在这4年里，我很珍惜羽毛，粉丝粘性不错，还能暂时靠发歌维持生活。直到有一天，我的后台炸了， ID 被挂在微博热搜上唾骂，有人出来指认我抄袭，还放出了曲子的 demo， 那是我和布林的定情曲，2年的时间排国外大师的编曲。之后又用1年的时间完成制作。歌曲到我手里时，我已经和布林分手1个月了。犹豫再三，我还是将这首我最满意的作品发了出来，却亲手为一些人递上攻击我的刀刃。只是我想不到的是，几天之后，我在万人唾骂中低入尘埃，而林兰在万人吹捧中首秀出道。背靠布林已初具成就的公司，我从包厢里出来，身上的痒意泛滥至全身，皮肤也渐渐泛红，看起来十分可怖。站在走廊深处的风口，感受着刺骨的寒风，我昏昏沉沉的脑子终于清醒了一些，正抱着肩膀发抖。一件厚实的黑色大衣，带着淡淡的烟味，还有熟悉的清冷气味，将我浑身包裹。温热的体温通过衣服传递，似乎连难耐的瘙痒都少了几分。药呢？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又在我身后待了多久。我先摇了摇头，低头看到自己身上粗制滥造的几块布料和精致厚实的大衣形成鲜明对比，自嘲地笑了笑。前任见面，就非得是在我落魄的时候吗？他悠悠叹了口气，将手伸过来，从我身上的大衣口袋里摸出一支药膏。不长记性，衣料在我腰间摩擦，更为奇异的痒意混合在一起，我忍不住浑身一抖，鼻尖酸涩。我看清了他小拇指上的尾戒，那里有一朵银质玫瑰。我有一瞬的失神，只因为那是我送的。再见到，已恍若隔世。那是我们在一起后，布林过的第1个生日。明明是他过生日，但我任性的要他出来陪我逛街。见面时，他从纷纷攘攘的人群中走来，顶着一头回头率99%的亚麻灰发色。看到我空着手，他看起来有点失望，但还是顺手先把我手里的包拎过去，挎在肩上。怎么染头发了？我在他周围绕了一圈，踮着脚想摸他的头发，
你昨天不是在朋友圈说喜欢这个发色吗？那时候我偷笑着，笑他真是恋爱脑。后来我才发现，我才是那个被他玩弄在手掌心里的恋爱脑。逛完街，站在夜市的万家灯火中，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丝绒小礼盒，他手忙脚乱地将购物袋和挎包拢在一起，想腾出手来。而我手疾眼快地将那枚提前几个月定制的银玫瑰尾戒套在他空出来的那只手上，在仿佛世人祝福般的喧嚣热闹中，他抱着我，冷淡的脸上是从未有过的热烈，眼里是化不开的温柔和缱绻。嫣嫣，好喜欢你。只是下一秒，他的眼神忽然变得极有侵略性，是阴翳暴力的占有欲。他微微掐着我的脖子，永远不要离开我，好不好？否则你不累吗？布林转过身，我先发制人。他没说话，只是把药膏贴在我的脸上拍了拍，语气嘲弄：不如先想想是怎么把自己弄成现在这副样子的。我顿了顿，垂下眼帘，起码比和你在一起有尊严。布林的脸色一冷，是发怒的前兆。尊严？他蓦地上前一步，按着我的腰，将我抵在透明玻璃上，手指轻轻摩挲着我敏感的腰窝。这就是你所谓的尊严？我急促地喘了口气，冰冷的温度透过大衣，压抑许久的怒火忽然爆发开来。在他凑上来的瞬间，我的手已经下意识推了出去。滚！你不配！脸上的厌恶不加掩饰，似乎将他彻底惹怒了。他一把钳制住我的手，唇角若有若无的笑意消失。谁都可以，我不可以。对，你不可以。我倔强的点头，不甘示弱。乖乖，别和我开玩笑了。你知道我的耐心有限，他们可以给你的，我也可以给你。他的眼神更暗了几分，熟悉心悸萦绕心头。昏天暗地的日子似乎又要卷土重来。我的公司和团队都是最顶尖的，只要你待在我身边，别离开我。危险的气息靠近，我已无路可退。想到曾经我被甲方刁难毁约，憋了一肚子火，回来冲布林耍脾气，他只是笑着安抚我，好像从来不会生气。以后我开个公司，只给你出歌。后来公司是开了，只是也与我无关了。我仰着脖颈，抗拒着沉默片刻，偏过头。没有他们，也不需要你。我已经不是夜莺了。我和布林分手在毕业季，那时候我们是全校津津乐道的笑话。自那天在洗手间撞破布林和林兰的拉扯，学校里渐渐流传起林兰酒后失身的传言。如果不是那天我在现场，且周围没有其他人，我都要相信流言的真实性了。人言可畏，更何况是当事人都默契地保持沉默，而一切的终点停留在雨夜。我回到和布林同居的公寓，那时候因为我的家庭变故，我们已经1个月没有见面了。布林对我的若即若离和不冷不淡都成了我精神内耗的助力。我的好闺蜜都劝我和他分手，我一一反驳着他们对布林的诋毁。没有扑我，他只是最近太忙了而已。我不是恋爱脑，我很清醒，你们别担心。我还执着于一个面对面的答案，可惜我只等来了一个一身酒气，带着浓重胭脂味，白衬衫上还沾着红唇印的布林。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再也说服不了自己。在过去的几次视频通话里，他也总是一副醉生梦死的模样。这哪是去应酬了，分明是花天酒地罢了。我像是大梦初醒，酝酿了很多话，却只是说出一句：我们分手吧，布林。他的眼睛在黑暗中泛红，让我有种莫名的危机感。乖乖，你不是答应过我要一辈子和我在一起的吗？他摸着我的脸颊，
浑浊的酒气令我不适地皱眉，但都没有他的话令我厌恶。我冷着脸，不想再给任何表情。你别做梦了！我一把推开他，将手抽出来，向门口走去。嫣嫣，你不要我了吗？布林似乎被我的话刺激到了，他停顿了几秒，看起来有点恍惚。就在我努力想将手挣脱出来时，他骤然回神，目光对上我时有1秒钟的慌乱和无措，危险感陡然消失。我皱皱眉头，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嫣嫣，你又不要我了吗？现实和记忆的重叠让我有一瞬间的失神。布林冲上来，紧紧地抱着我，看起来可怜巴巴。是不是他又出来了？他比我高1个头，弯腰窝在我的脖颈处时，像被主人丢弃的流浪小狗。我动作一顿，还是咬牙将他推开了。正要开口询问他在胡说八道、胡言乱语些什么，一双手从旁侧伸了过来，将我猛地扯开。我一时不察，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好在布林下意识地伸手揽住我的腰，我陷在布林的怀里。来人正是林兰。喂，你谁呀？要不要脸？他嚣张跋扈又尖锐的声音十分刺耳。我头疼地揉了揉额角，站直身体。你误会了，我对他没有意思，没别的事的话，我先走了。从他厌恶又鄙视的眼神里，熟练地读懂了他似乎是误会了什么。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吗？就敢乱勾搭？林哥可看不上你这种卖的。我的脸色骤然一冷，眼神是与布林如出一辙的冷意。林兰虽不甘心，却还是乖乖噤声。你又是用什么身份在质问我？林大明星，你就不怕被扣上言语侮辱素人的帽子吗？林兰的脸快速充血涨红，似乎是气得有些上头，口不择言道：你算什么素人？你抄袭翻车？他陡然捂住嘴，脸色苍白又无措，颤抖着往后退了一步，眼神不自觉地落在布林身上。我笑了一声，并不在意，只觉得林兰不懂人间疾苦，怕是没挨过社会的毒打。但就在我转身的瞬间，我再也笑不出来了。林哥，布林，你怎么了？林兰被随后赶到的经纪人带走赶行程的时候，还愤愤不满地在嘴里骂骂咧咧。他恨不得把所有活动推了的样子，像极了当初那个恋爱脑的我。喂，我可以给你钱，我有很多钱，你想要多少都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把林哥照顾好，听到没有？我忽然对他有些怜悯。他知道布林的真面目吗？至于布林的那些狐朋狗友，早就在布林结完账以后跑了个没影。于是在病房里，我和悠悠转醒的布林对视，气氛十分尴尬。好在医生在一旁一本正经地叮嘱了一些基本事宜，我们只需要点头就好。家属出来一下，不要打扰病人休息。医生最后落下一句话，成功将我从尴尬氛围中解救出来。但布林却在我起身的时候，恋恋不舍地揪着我的衣角，生怕我又要抛下他离开。我还是无法抵抗他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无奈地拍了拍他的手，我等会儿就回来。他方才犹豫地松开手，眼神还紧紧粘着我。出了病房，医生原本松弛的表情陡然严肃起来。家属你好，你男朋友之前有过类似的忽然昏迷的情况吗？我几乎无心顾及他把我错认成了布林的女朋友，跟着他的问话节奏摇了摇头。有些话我就直说了，你男朋友是不是有什么精神方面的问题？他的语气已经尽量委婉，但内容还是令我心惊。我更无措了，再次摇摇头，脑袋很混乱。抱歉医生，我不太清楚，他是伤到哪了吗？医生摇了摇头，表情有些凝重。正是因为他身上没有伤口，
我才怀疑可能有精神方面的原因。不过你也不用过于担心，他这样的情况，我们医院之前也见过，可能是最近疲劳过度导致的昏迷。他又安慰我几句，就赶着去查下一位病人的房。我站在原地，紧皱的眉头并未因医生的话而缓和，那种不对劲的感觉始终萦绕在我心头，令我十分不安。我似乎抓到了什么，但又理不出一条清晰的思路。回到病房，布林闭着眼睛，似乎是睡着了。我拖着下巴，描摹着他熟悉的轮廓。上一次这么看着他，还是他生病的时候。妍妍，给我讲个故事吧。那时候他头痛欲裂，睡不着觉，像个小朋友一样求着我给他讲故事。我看着他小拇指上那枚尾戒，缓缓道来：从前，在一个寒冷的冬月夜，夜莺为了让一个年轻学生与心仪的姑娘共舞，毅然决然地将胸脯紧紧抵住红玫瑰的尖刺。在彻夜吟唱中，他用生命之血唤醒了怒放的玫瑰，自己却怀着对爱情的希望永远闭上了双眼。故事没有讲完，布林就在我怀里安然睡去。好在他没听到故事的结局。想着，布林突然睁开眼，眼神直直与我对上，眼里是熟悉的恶劣和不屑，看得我心凉了半截。我扭头假装自己只是凑巧瞥到他，而他动了动嘴唇，没说话，眼神瞥到手背上的针孔，眉头狠狠一皱。下一秒，他面色突变，仿佛想起了什么不妙的回忆。他一把扯掉手上的输液管，透明的药液喷溅出来，手背上断断续续地渗出鲜红的血液。我站起身，猛摁求助铃，随后从床头柜上抽出餐巾纸，想要捂住他的伤口，却又蓦地顿住。他正疯狂又骇人的眯眼盯着我，像极了那个夜晚他陡然变脸。乖乖，我说了那么多次不要离开我，你怎么就是不听话呢？我可不想把你关起来，堕入黑暗，像我一样。在对视的那短暂一刻，我像被摄了魂，结合他说的话，脑海中所有不合理的片段都连成一片。电梯间、酒吧走廊，甚至是分手的那天，还有布林口中每次见面时截然不同的称呼和口吻。我明白了一切，但这也成了无力感的来源。我似乎失去了恨布林的理由，也真的成了夜莺。医生带着护士夺门而入的时候，我正抱着布林安抚他的情绪。布林，我不走了。他有一瞬间的愣神，反应过来时，眼里已是怀疑和戒备，但这已经足够了。医生重新为他扎针输液，他挣扎着，似乎对针有些恐惧。我给你讲故事，好不好？我声音更加温柔，手掌轻拍着他的后背。他终于安静下来。从前，在一个寒冷的冬月夜，新的药剂里加了镇静和助眠的药物，于是故事没有讲完，布林再次陷入昏睡。这一次，他还是没有听到故事的结局。我在医院待到早上，布林的父母还是没来。医生来查了房，布林的状态经过一夜已经稳定，只是建议我们再留院观察。而我揪心地发现，和布林在一起这么多年，我连他的基本家庭信息都不了解。或许我们的心从来没有走到一起过。一直到午后，门外传来一阵响动，一对陌生夫妇急匆匆地冲了进来。我注意到他们的面相有些尖酸刻薄，和布林的长相气质都不太相似，但还是站起身来，礼貌地打了声招呼：“叔叔阿姨好，你们是布林的父母吗？你是谁？”女人尖锐又暴躁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刺痛着我一夜没睡、昏昏沉沉的头脑。我顿时失去了维持表面关系的力气，随口扯了些半真半假的话，
糊弄过去。他在我们店里昏迷了，店长让我送他来医院。好在他们也并不在意我说了些什么，只是轻蔑地打量着我身上印着广告商标的破烂白 T 恤，脸上却是虚伪的感动。好在我已经习惯了，连表情都没变。天哪，真是太感谢你把我们琳琳送过来，否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说着还一脸隐晦地指了指脑袋的位置。你是不知道呀，我们琳琳小时候就因为一些事情体弱多病，这里也不太好使，总是说一些让我们一头雾水的话。我们好不容易才将她拉着长大，融入社会的。我沉默地看着她的浮夸表演，只觉得可笑。他们甚至不知道布琳病了，还以为她是脑子出了问题。走出病房门，我一摸口袋才发现手机落在里头了。刚折回门前，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暴躁又激烈的争吵。我的眉头顿时皱紧，这个疯子，他是不是又犯病了？我早就说了，当初就不应该把他接回家来。现在好了，遗产我们一分钱也捞不到，还得想破头把兰兰嫁过去，才能拿到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另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语气里是不耐烦。你少说两句吧，你说这些也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实了。他的话似乎刺激到了女人，尖细的声音更震怒了几分。你这个窝囊废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没用，我和兰兰还需要惦记这些？也不知道他布琳高贵个什么劲，我们兰兰怎么也是娱乐圈顶流，想娶她的人多了去，她有什么吃亏的？每天念叨着给什么冷烟开公司，真是疯子。我将要离开的身形一顿，不可置信的目光落在紧闭的门上，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我以为布琳早就忘了那个随口说出的玩笑话，病房里的闹剧还在继续，但那都不重要了。男人的声音压抑又充满怒气，但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你给我闭嘴，这里是医院，我看你每天动歪心思拆散别人才是疯了吧？好好的女儿都让你带坏了，我怎么会娶你这种恶毒的女人？我低垂着眼眸，转身离开这个纯白如天堂又似地狱的地方。那天之后，我很久都没有见过布琳。我找了新的工作，在一家非常普通的广告公司写文案。面试的时候，他们又问到老生常谈的问题：您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为什么不从事相关行业呢？我只是平静地笑了笑，可能是心里的那束光熄灭了，我再也写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了。虽然专业不对口，但好在我有4年维护账号的经验。我再也没去过那家酒吧。布琳留下的大衣被我送去附近最贵的干洗店，回来的时候，那股烟酒味消失了，而我熟悉的清冷气息也如布琳一样消散在我的生活中。一切似乎渐入正轨，直到有一天，热搜炸了。只是这一次，主角不是我，而是叶兰。不知是谁匿名爆料，直接爆出了他陪睡金主的酒店照片，彻底击碎了他翻身的可能。随之而来的便是娱乐圈最常见的落井下石分杯羹、假唱、引导粉丝网暴素人，这些都是还是轻的。当年我在洗手间撞破的事情也得到了新的解释。叶兰故意装作喝醉失去意识，栽赃污蔑到刚好在这家餐厅应酬的布琳身上。他被网友以出轨的罪名网暴了许久，甚至影响到了公司的运营。但那时候依然单纯的布琳并没有想那么多，他被灌了很多酒，已经在洗手间吐过2次了。我这才知道，原来在给我发消息之前，他刚在洗手间吐得稀里哗啦。而面对着那时候被宠溺到极其骄纵的我，也终是没控制住自己的语气，
但他还是强撑着帮自己亲爱的表妹一把。没想到这成了被吸血的开始，也成了我们误会的开始。公司在他的努力下越做越大，叶兰顺势迁到他的旗下。看在养他长大的舅舅和舅妈份上，他根本无法拒绝。之后的事情便再也不是他能控制的了。而令我万万没想到的，则是抄袭事件竟然也被翻了出来。叶兰为了实现他的目标，将我视作眼中钉，于是买通了布林的助理，从他的私人电脑里窃取了 demo。 事发之后，他佯装无意地在布林面前提起这件事，想要彻底毁坏他对我的印象。然而他错就错在没有猜到那首歌会是只有我们两人知晓的定情曲。那时候的布林还远没有如今这样一手遮天的能力，哪怕公司及时辟谣，也没有人会相信了。吃瓜群众永远只看得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至于真相是什么，从来不在他们的关心范围内。一夜爆火，叶兰终于成功收获了她梦寐以求的巨额流量。只不过很快，她就在网络平台上公开道歉，并公布退圈的消息，几乎是落荒而逃。我本以为自己会因为沉冤得雪而如释重负，但现实里，我看着很多从前的粉丝重新关注我的账号，在评论里写下一条条啼笑皆非的留言，我就知道你没抄袭，对不起英英，我还是很喜欢你。如果他们早来一天，我都不会觉得如此荒谬和无意义。而在下一个热门话题里，我见到了许久未见的布林，他比我上一次见他又瘦了许多，脸色不太好，是化妆都遮不住的憔悴，但眼睛却很亮，里面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期待，语气温柔有力。很高兴接受采访，但在开始之前，我有几个问题要先进行说明。叶兰的确是我表妹，金主另有其人，我很爱我的前女友。说到最后，他几乎憋不住唇角溢出的笑意。嫣嫣，我很想你，什么时候回家？我在屏幕前微愣，在自己都未发觉的时候，露出了和他同款的笑容。其实分开了许久，我还是没想好要怎么面对和布林的关系，于是我选择继续逃避，然后打开了直播。英英，可以唱《夜莺与玫瑰》吗？我们想听听原版。有粉丝在下面留言，是我的一位老粉。我犹豫了片刻，还是从磁盘深处翻出了尘封多年的伴奏，一曲毕，泪流满面。歌里是我的青春，也是我和布林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和无尽爱意。我关了直播，擦干眼泪，打开房门，奔向我的玫瑰。还是那个公寓，上一次来，这里充斥着黑暗与恶意，嗜血的气息。这一次来，站在门口犹豫着的时候，我嗅到了玫瑰的气息。门骤然从内部打开，迎面而来的是一大束玫瑰，然后才是探头的布林。欢迎回家，我的夜莺。我笑着扑向他，发梢还挂着点点冰晶，在满是光明中闪闪发光。故事里的夜莺用鲜血浇灌玫瑰，让它在寒冬里怒放。现实里的夜莺愿意守护玫瑰，不再烂在泥里。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